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最毒的伤人话语竟藏着冷漠之心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时常面对着种种矛盾和冲突，但你知道吗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指责和否定，而在于理解、宽容和包容。想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维护你的人际关系吗？如果你也有同感，请给予我一个点赞的回应。我们都明白，修行者追求的是看破、放下，以获得内心的自在。但在我们尚未开悟之前，心中难免会有各种念头和情绪，就像舌头和牙齿，尽管经常摩擦，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，即使是在亲密的关系，也难免会有分歧和争执。毕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。争吵有时是人们表达自我、传递关心的一种方式。其实，有争吵并不可怕，怕的是在争吵中言辞过激，像机关枪一样伤害对方。有些话语一旦说出口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难以收回。一旦伤害了对方，心灵的伤口很难愈合。在争吵中，最伤感情的话通常有以下几种。首先是指责的话。我们常说，责备是亲密关系的杀手。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一遇到问题就先指责对方，而不是想着解决问题。这样的争吵只会加重伤害，拉远双方的距离。比如一个网友分享的经历，他碰见问题、遇见难处时，从来不敢和妻子倾诉。原来，每当他向妻子倾诉问题时，不但得不到半句宽慰，反而是劈头盖脸的责备。这种指责只会让他更加苦闷和压抑。所以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尽量避免用责备的言辞来对待身边的人。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，理解和宽容更加重要。当我们遇到问题时，应该先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，然后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避免争吵带来的伤害，维护好我们真实的关系。他曾借钱给朋友，却在急需之时无法收回。每当此时，他的妻子总会责怪他，提醒他过去的种种语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开始习惯独自承受内心的困扰，不愿再与妻子分享。在他看来，最痛苦的并非错误带来的后果，而是身边人不休的责备。在情感的世界里，深厚的情感也可能在不断的责备中消磨殆尽。当伴侣犯错时，单纯的指责往往无法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引发夫妻间的矛盾，使双方渐行渐远。只有通过包容和安慰，才能够在关键时刻稳定对方的情绪，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。为了婚姻的幸福，我们不应总是以尺子般的严格去衡量伴侣的错误，而应学会像一个容器一样，用爱去容纳对方的过失，平复对方的不安。
当不幸的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应该放下指责，共同面对问题，思考如何解决，而不是如何归咎于对方。至于那些最能刺痛情侣的话语，经过投票，排名第一的是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很多时候，一段感情的破裂并非因为争吵，而是对方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冷漠的言辞。曾经有一位年轻女子，她因为一件小事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。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。那天她身体不适，打电话给正在和朋友聚会的男友，希望他能陪伴左右。男友虽然答应了，却迟迟没有行动。深夜时分，她依然孤独一人，没有等到男友的陪伴和任何一句安慰的话。她打电话质问男友，是我重要还是你的朋友重要？没想到男友没有解释或辩护，只是冷淡地回答，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。随后便不再接听她的电话。男友的态度让她感到被忽视和不被在乎。在失望之余，她决定结束这段感情。她说，当自己脆弱的时候，只希望能得到男友的关心和安慰，即使男友无法赶来，哪怕是一句哄她的话也足够。最终导致两人感情走到尽头的原因，正是男友这种无所谓的态度。感情中最伤人的并非激烈的争吵，而是男友那种不耐烦、无所谓的态度。在亲密关系里，有一种伤害叫做情感忽视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无视、忽略或者不理会你的情绪和诉求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吵架时忽视对方的情绪和感情，只是在消耗彼此的感情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那种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没办法的态度，其实暗藏着冷暴力的风险。这种情绪冷暴力，就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让人心寒到底。人心一旦冷却，很难再捂热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账户是有存款的，如果你一味的消耗而不懂得储蓄，这个账户中会有空的一天。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。此外，否定和打压的话也是破坏感情的利器。一位婚姻咨询师曾收到一位已婚男人的留言，他说，无论妻子付出多少，他都不会感激。他描述了他们的日常相处模式，让人感到压抑。在男人眼中，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，每天带孩子、买菜做饭、打扫卫生一样不落，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。起初，男人很心疼妻子，并尝试分担她的压力。为了让劳累的妻子放松一下，他提议周六带她出去玩，但妻子并不高兴，反而埋怨说孩子要上英语课，他还要收拾一堆家务，责怪他只知道当甩手掌柜。其实，男子也多次想帮助妻子，但每次都被他否定了。他主动拖完地，却得到全是批评和抱怨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家务，妻子都不满意。于是他索性不干了，结果妻子更是在他耳边唠叨，指责他什么都做不好。
妻子的长期挑剔和否定让男人感到窒息，他开始逃避妻子，宁愿在单位加班也不愿回家，两人的感情也因此逐渐疏远。一味的否定和打击不仅无法赢得内心的渴望，反而会加深对方的反感，甚至失去现有的关心与爱护。打压别人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，都是一场灾难。对外，给他人制造阴霾，吞噬对方的能量，使对方变得自卑和内耗；对内，则容易使自己变得狭隘和刻薄，脾气暴躁。谁都不愿成为自虐狂，更没有人愿意靠近打压否定自己的人。遇事便打压和否定他人的人，最终会伤害他人的心，淡化彼此的感情，甚至失去彼此的关系。经营关系时，否定他人是一种本能，但懂得用夸赞和引导对方是一种更高级的本事。好的关系不是建立于谁比谁更好，付出更多，而是建立于彼此都懂得认可对方的好与付出。你对身边人说的话，就像一块回音石，你否定别人，否定也会反噬自己。而当你的赞许不再隐形，家庭的隐形人也会随之消失。古语说，刀疮易去，恶语难消。伤人的话就像钉进木头里的钉子，即使拔出来也有印子。世上没有不吵架的感情，但吵架时的态度与方式往往决定了一段感情能否长久。恶语相向的争吵只会让矛盾升级，消磨彼此的感情。只有懂得在吵架中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与爱意，才能在争吵中解决问题，获得感情的升华。吵架的真正解决方案是两人都让心中的痛苦浮于台面，然后用健康的方式来处理它。很多时候，毁掉一段感情的不是吵架本身，而是吵架时脱口而出的恶言。所以，能不吵架就不要吵架，毕竟吵架过程中难免造口业。有人会问，这世上有不吵架的感情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有一对邻居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左边一家天天吵闹不断，是非不断，而右边一家则是和睦相处，互敬互爱。这就是最好的证明，世上没有不吵架的感情，但可以有不伤感情的吵架。左邻右舍中有一家特别和乐，而另一家则总是吵吵闹闹。有一天，吵闹的一家人来到和乐的邻居家，好奇地询问他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和睦相处。和乐的邻居听后微笑着回答，其实也没什么秘诀，不过你们要是非要问，我就随便说说。主要是你们家都是好人，而我们家都是坏人。左邻一家听得一头雾水，追问什么事都是好人和都是坏人。右邻笑了笑，解释道，你们家父母、儿女、兄弟在一起，做错事都是你做的，做对事都是我做的。你们都认为自己是好人，事情做错了都怪别人。而在我们家，事情做错了都是我做的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。我们经常说对不起，
就这样子。左邻一家听了仍是不太明白，右邻便进一步举例说明，比如一杯茶喝了一半，哥哥随手就放到桌子边上，小弟弟来粗粗鲁鲁的一碰，就把杯子碰掉打烂了，手也烫到了。如果哥哥看到弟弟烫到了，就说这水有没有烫到你，都怪我没有摆好。弟弟也说都是我不小心把杯子打烂了，对不起。这样讲，大家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？左邻一家听后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纷纷表示明白了这个道理。最后右邻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，凡事都有因果，更有一个现前的因果。你怪人家不好，人家也会怪你；你谴责自己做的不对，那什么过错人家都会容受你。大家为人处事把这观念守好了，那你走遍天下都太平。自己心里不平和，就越念越烦恼。凡事要反求诸己，不要一味责怪他人。在人世间，认错是处事最宝贵的品质。做错事还不愿认错，那是最令人厌恶的。所谓的自由，并非随心所欲，而是能够自我主宰。有时候认错并非真的表示有错，而是展现出一种以和为贵的姿态。让步也并非真的表示理亏，而是出于真诚的选择去包容对方。当一个人的怒火伤害到他人时，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学会包容，家庭才会和睦，控制住脾气，才能留住福气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接，让善意循环，让祝福彼此加持，让爱充满你的心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